年轻貌美的妻子诅咒丈夫在矿地出事，以骗取抚恤金，却在愿望实现的那一刻主动放弃。是什么原因让她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？故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。米香是一个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的四川女人，儿子是个严重的先天性痴呆症。自从丈夫抛弃了自己和孩子后，生活变得非常不容易。同村的好友金姐劝她再嫁，一来生活有个伴儿，二来有人能够帮忙照顾小孩子。北方的矿场上有很多的单身矿工，金姐让米香在那些人里面挑一挑，然后嫁给他。等待矿工在矿难中出事后，工地就会赔偿一大笔抚恤金，这便是所谓嫁死。米香听完有些心动，思索一番后决定采纳金姐的建议。于是米香千里迢迢北上河南，在一个小煤矿安顿了下来，并在矿场附近支了一个小摊儿，一边做着生意，一边开始物色对象。矿工大李对突然出现的米香一见钟情，他时常来光顾米香的小摊儿，还经常带着米香的傻儿子玩耍。慢慢的，米香对大李暗生情愫，于是他找来金姐打听大李的家庭情况。金姐告诉他，大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家里有2个重病的父母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需要抚养。对于米香来说，这无疑是个让人失望的答复。虽然对大李颇有好感，但米香还是暗暗下了决心，忍痛远离大李。从那之后，米香对大李的态度变得冷漠起来，面对大李的示好也果断拒绝。还没等大李弄清楚米香突然冷漠的原因，另一边的米香又开始物色起了第二人选。这个人就是工地上的王驼子。王驼子无牵无挂，条件尚可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王驼子相貌丑陋，又老又丑，又驼背又粗暴。金姐告诉米香，王驼子心眼好，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也不是图长相的时候了。男人嘛，关了灯全都一个样。于是米香开始行动了起来。她来到王驼子家，给他叠衣服，收拾屋子，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。王驼子对米香的示好有所顾忌，因为矿上以前就有骗抚恤金的例子，但是他又觊觎米香的温柔和美貌，于是他提出让米香先搬来和自己一起住，一来他能够好好的照顾米香母子，另一方面米香也能省下一笔租金。米香思考再三，最终接纳了王驼子的意见，当起了王驼子不挂名的小媳妇，每天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给王驼子做好吃的，晚上还给王驼子打水洗脚。王驼子也处处照顾着这对母子，就连米香的儿子也改口叫王驼子爸爸了。王驼子单身多年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有了家的感觉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跟米香提结婚的事。一天矿场上砸死了人，米香听到消息后十分担心王驼子出事，匆忙跑到矿场上查看情况，却在半路上遇到了王驼子。米香这才放下心来，拍着胸口说，吓死我了。王驼子一看米香这状态，瞬间就乐了，一直追问米香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我？你在担心我对不对？刹那间活像一个正在热恋中的男孩子。晚上米香一如既往地给王驼子捶腿，王驼子想起白天的事，心里似乎打定了主意，拿出存折交给米香，说我们结婚吧。米香顿时愣住了，虽然自己想要的已经得到了，但她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，反而一脸淡定地问王驼子，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吗？王驼子接着说，如果你是怕我对孩子不好，那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会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这个孩子。米香这才露出了一个满意的表情。就这样两人热热闹闹的结婚了。婚礼上米香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她还看见大李在王驼子家不远的地方呆呆地看着这一切。米香心里百感交集，在外人看来，米香嫁给王驼子无异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洞房花烛夜。米香并不愿意和王驼子同房，不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同床共枕，但是没能挣脱王驼子的霸王硬上弓。米香对王驼子的这个举动很是反感，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完全接受王驼子。从那以后，王驼子的饭盒里再也没有荤腥菜，全是干巴巴的馒头，加之王驼子对性生活没有丝毫经验，夫妻关系不和，直接导致了感情的破裂。从那以后，米香最害怕的就是晚上，就连米香来月经的那几天，王驼子都不放过她。米香绝望地将这件事告诉了金姐，金姐听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笑话王驼子心真大。原来在这个地方，女人来月经被当地人看作是不好的东西，尤其是谁碰了女人的月经血，这个人就会倒大霉。如果谁看谁不顺眼，就把带有女人经血的纸埋在这个人家的地里面，这样一来，这个人就一定会走霉运。米香听完金姐的描述，心里萌生了一个主意，她半夜偷偷来到王驼子上班的工地，把自己的月经纸埋了进去。王驼子的野蛮行为滋生了米香心中的怨恨，她虔诚地祈祷工地快点出事，让王驼子早一点被矿石砸死。只是米香毕竟是个底色善良的女人，虽然做了不好的事，但她却一直觉得不安，天天担心会出事。在这样高强度的心理压力下，米香病倒了。不久后，矿场再次传来消息，又砸死人了。这一招果然很灵验，
但米香却疯了一样的冲向工地。出事的并不是王驼子，而是米香之前喜欢的大理。匆忙赶来的米香无法接受这个结局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醒来之后的他十分内疚，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大理。他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，但事情已成定局，再也无法反转了。良心受到谴责的米香连夜跑去工地，将月经纸挖了出来。他不想工地再出事了。不幸的是，就在米香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矿山发生了山体滑坡，米香的腿被干石砸伤了。王驼子带着米香来看医生，没日没夜地照顾着她，关注着米香的一举一动，甚至亲手动手给她熬鱼汤，也一步一步地俘获着米香的心灵。出院的那天，王驼子将米香放在3轮车上带回来，害怕儿子在家一个人不安全，一路上将3轮车踩得飞快，一路上迎着金黄的阳光，米香幸福地靠在他的背上，第一次感受到王驼子对他的真情和细心，也再一次地感受到有个男人能够依靠是多么的幸福。从那之后，米香也放弃了嫁死的念头，死心塌地地对王驼子好，希望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在一起。他甚至劝王驼子辞去工地上的工作，说自己可以继续去摆地摊。王驼子却不愿意，他害怕米香受苦。米香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曾经无比嫌弃的男人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。他专程去了一趟医院，做了取环手术，他想给王驼子生一个娃。王驼子知道后却面露愁容，原来他在不久前去了医院，被查出来得了癌症，治疗上需要花一大笔钱。他不知道该如何跟沉浸在幸福中的米香开口，他又何尝不想跟米香一起幸福的生活下去呢？只是造化弄人，眼下美好的一切都即将成为泡影。就这样，王驼子顶着身体的疼痛继续去工地上班，直到有一天昏倒在工地上，才被另一名矿工发现了实情。矿工将这件事告诉了米香，很快金姐也知道了这件事。金姐告诉米香，王驼子已经放弃治疗了。他劝米香接受这个局面，这样一来他能得到一大笔钱。米香却表示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王驼子的病治好。金姐一脸疑惑，因为米香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得到那笔抚恤金啊，现在愿望达成了，米香却做起了亏本的买卖。可只有米香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图的其实并不是那笔抚恤金，而是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存在。王驼子就是那个存在。这天晚上，王驼子回到家后，拿出了给孩子买的玩具和给米香买的新衣服。米香装作自己不知道王驼子病的事，温柔地劝说王驼子不要去工地上班了。王驼子只是笑了笑，答应米香明天去上最后一天班，以后就再也不去了。米香动情地抱住了他，接着他脱光了衣服，说想给王驼子生一个孩子。王驼子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并没有做接下来的事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明天吧。第二天一早，王驼子早早地来到了工地，在一个危险的地段疯狂地挖着矿场，直到矿场崩塌，王驼子再也没有出来。他死了，工地赔偿了8万元。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他对米香和对家庭的爱。可没想到米香放弃了那笔抚恤金，只是待在家里无休止的包饺子。她还在等着她丈夫回家，那个其貌不扬却用生命爱着她的丈夫。故事的最后，米香带着孩子远走他乡，1分钱也没有带走，因为在她眼里，她失去的并不是一笔钱，她失去的是她最安心的避风港。只是这个避风港用多少钱都再也换不回来了。生活真的就像是一杯酒，甜的、苦的、涩的，还有道不出味道的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儿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